注意看，這對父子正在等紅燈。下一秒，一隻灰熊竟從他們眼前經過，父子倆目瞪口呆。眼看灰熊緩緩靠近，父親本能地護住兒子。灰熊貼近車窗，父子倆確認過眼神，這正是自家動物園的熊。灰熊抱着車就是一頓親，哈喇子滿天飛。趁灰熊轉身離開，父親小馬哥立刻聯繫員工進行抓捕。他拿着麻醉槍一路追到山裡，趁灰熊在遠處開心的玩耍，小馬哥拿着麻醉槍緩緩靠近。就在這時，灰熊發現了小馬哥，他一步步向小馬哥靠近。小馬哥嘗試安撫灰熊的心情，然而下一秒，灰熊一巴掌就把小馬哥的槍打掉了，然後張開大嘴對小馬哥破口大骂：“別惹老子！”唾沫還濺了小馬哥一臉，小馬哥嚇尿了，他根本不敢動，稍有不慎，他將成為灰熊的口實。正當小馬哥手足無措時，灰熊竟慢慢倒下，原來是員工們及時趕來，向灰熊發射了麻醉槍。死里逃生的小馬哥想起剛才灰熊獨自玩耍開心的樣子，他明白灰熊是被困在動物園才抑鬱的，於是他決定擴大灰熊的玩耍空間。然而這又是一筆巨額開銷，之前的15000美元還沒有着落，小馬哥無比思念妻子，要是妻子還在，一定會給他建議。於是他穿上妻子生前穿過的衣服，没想到他竟在衣服裡翻出一張存款單。次日，小馬哥拿着存单直奔銀行，一查，這裡竟有84000美元。原來小馬哥的妻子在生前擔心丈夫有一天投資失敗，所以默默地為他存下這筆巨款。即使他離開了，他依然用這樣的方式守護着、愛着小馬哥。小馬哥落淚了，他決定帶着妻子的愛建好動物園。他把大家召集起來，望着眾人懷疑的目光，小馬哥告訴大家，雖然自己是個門外漢，但他會傾盡所有和大家並肩作戰到最後。看着小馬哥真誠的眼神，員工們徹底被征服。然而很快他們又遇到了下一個考驗，年邁的老虎跑到高處，卻因體力不支下不來了。小馬哥想親自進去將它引下來，但這個想法很快就被寡姐否定了。寡姐提議制造異響吸引老虎，還沒等小馬哥反對，一群人拿着鍋碗瓢盆就吆喝起來。小馬哥身體是拒絕的，但嘴巴卻很誠實，喊着喊着，他的聲音蓋過了所有人。小馬哥知道老虎快不行了，但是他不想就這樣失去他，這讓他想起病逝的妻子。寡姐告訴他，必須要給老虎安樂死，這樣才是對他負責，讓他艱難的活着只會更痛苦。但是小馬哥怎麼也不肯放手，寡姐覺得小馬哥不可救藥，便憤然離開。晚上，寡姐來到小馬哥家裡，為白天的衝動道歉，兩人握手言和。小馬哥第一次跟寡姐分享了過去。小馬哥告訴寡姐，他十分思念妻子，但是最令他難受的是，兒子有着和妻子一樣的眼睛，所以他根本无法面对兒子。沒想到這些話都被兒子聽見，兒子誤會父親，兩人大吵起來。